我的爷爷谢宝山是清末第一风水师。20年前，一伙东洋阴阳师潜入国内，胁迫爷爷带他们进入藏尸地。入关入藏，尸身不腐，死气隐而不绝，这就是书中记载的死地，以无尽死气滋养尸体，养成僵尸。我们终于找到死地了，可为帝国尽忠的时刻到了，快布下结阵！住手！此地死气一旦溃散，方圆100里的生灵都得死绝。只要布阵成功，从今以后，你华夏国运就都是我东洋帝国的。是，七转七杀阵，休想！我要杀了你，把你做成鬼头车！为保国运，请助我破敌！孽障！镇住他！镇住他！爷爷用10几年寿命的代价，以血喂养女尸，唤醒了她，赶跑了小泉一郎他们。但是爷爷知道，这些东洋阴阳师还会卷土重来，继续他们的阴谋。听完了爷爷说的这些事，你还愿意继承我的医宝？你还愿意吗？我愿意。我从小就跟着爷爷你学习风水秘术，为的就是有一天能开堂断世，为人消灾度恶，造福一方。好。今后你要和那些东洋阴阳师斗法，这3枚铜钱是我留给你的3道保命符。我当年游历天下，曾经救过3个人。你以后如果遇上无法解决的问题，可以用这3枚铜钱让他们保护你。爷爷，你看，人最忌3长2短，香最忌2长1短，要出事了。青衣，你去吧，以后一切就看你的造化了。牛大，出什么事了？啊，这是今早在田里挖出来的土，有血。阴土阴血，一夜之间，为何会有这么重的阴气？还有，今早全村的公鸡都不打鸣。公鸡是至阳之物，所以才会在日出时分打鸣。难道是有什么阴物要现世？这不是省城首富叶家的大小姐叶雨玲吗？她怎么来了？你就是谢宝山的孙子谢千一，我有事想请你。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。你的父亲叶家家主叶宗明重病缠身，无药可医。你怎么知道？难道是花钱买通了消息？这个神棍，要不是家人逼迫，我才不会来找他。因为你的面相，田宅宫一片血光，父母宫一片黑气。所以，不仅是你的父母要出问题，就连你的家族也马上要有血光之灾。危言耸听！你父亲是不是昨晚开始就彻底不省人事？你怎么知道？如果想要救他，就尽快让我去看看。你若有本事救人，
我自然奉你为上宾，否则我叶家也不是吃素的。通知村里人，每家每户都用杨树的树枝挂在家门口，剩下的事儿等我回来解决。好浓郁的阴气。老宅一直都是一些老仆人在打扫看守，我们平常都住省城。半个月前，父亲带我们回乡祭祖，结果在祭祖前一天，父亲突然病倒，用任何办法都没法治疗，甚至没有办法移动，带回省城去治。这宅子阴气太重，植物凋零，住在这里的人也了无生气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姐，你刚走，父亲就断气了。不，我不信。混蛋，你干什么？他还没死。胡说！大夫已经看过，没有心跳，也没有脉搏了。我能救，你愿不愿让我试试？叶家人岂能由你拿捏？你说要怎样就怎样。如果你夸下海口又救不活怎么办？我若不出手，他必死无疑。好，就让你试试。马上去准备2样东西：一，杨树枝越多越好；二，大河水越多越好。这难道是什么不外传的秘法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不许伤害我父亲！父亲，就看着他这样毁坏父亲的尸体。谁都不许打扰他。姐，你疯了！居然这么偏袒这个神棍，出了事，我看你怎么交代！好了，父亲，你醒醒！我父亲根本没醒，你这个骗子，敢骗叶家，我要让你付出代价！不对，他身上的阴气为何比叶宗明更加浓郁？住手！叶家不是你能随便放肆的地方。谢先生是叶家恩人。恩人？他也配？姐，叶家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？如果是我，能不能做主？我说，谢先生是叶家恩人。不必，多谢谢先生救我，大恩无以为报。今后只要是谢先生吩咐的事，就是我叶宗明吩咐的事，叶家人必须办到。谢先生，我父亲这到底是怎么了？为什么用这些东西就能救醒他？叶老先生被阴气侵袭入体，导致六识溃散，所以状如死人。我现在做的就是驱散他体内的阴气。杨树枝是至阳之木，而大河水又称天河水，是至阳之水，可以用来驱散阴气。原来如此，可是父亲为何会被阴气侵袭入体？当然是因为这里有阴雾。啊！阴雾？哪里有阴雾？阴雾。阴雾就是劫财，你他被附身了，不要过去。附身？你们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去扎了他们！
东洋阴阳师的傀儡术。不好，他要跑！八门金光，锁煞驱邪。剑才，剑才！求先生救我弟弟！谢谢先生。我这是怎么了？现在需要你把之前看见的、听见的、事无巨细的全部告诉我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曾经在1个月前见过一群东洋人？是。那时候，他们自称是东洋来的生意人，想和叶家做生意，交易2国货物。为了表示诚意，还送给我一个东洋娃娃作为礼物。就是这个。雕虫小技，也敢班门弄斧！怎么可能？这是东洋阴阳术里最精妙的替身傀儡术，不可能被破解！杀了你！不要！救我！有人破解了傀儡术，并反噬过来。老师说的对，必须先除掉他们，才能不碍事。谢先生，东洋人无缘无故，为何要对我们叶家下手？爷爷说的对，东洋人还没有放弃曾经的计划，他们还在继续寻找阴地、死地、绝地，意图再次发动7转7煞阵，盗取华夏国运。你们叶家的祖坟在哪里？在村子西边的红石滩。带我去，现在！谢先生，我带你去。阴气聚集，这是什么？是谁放的？剪纸招阴，以充阴地，应该是那些东洋人布置的。那罐子里是？风水秘术书里说，人为造成阴地，需取大家族祖坟，用冤死煞气封藏罐中，再剪纸召唤方圆百里死者阴气聚集，不出1月，阴地就能聚集成功。成功了会怎样？成功之后，方圆百里不留活物。看来村子里挖出阴土就是因为这个。绝不能让他们成功！阵法已经快要成功，无法强行毁阵。他们好像活了一样。阴气已经聚集太多，我们只能想别的办法，出奇制胜。什么办法？只求谢先生救我叶家。你去找3个男孩，年龄不能大于10岁，属相必须是鸡，让他们喝饱水，天黑前带过来。好，我快去快回。先生你保重。接下来还需要你们帮忙。非常好。谢先生，人带来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？我现在需要你们帮我一个小忙，只要你们好好干，这些钱我都分给你们。你们围着那个罐子，一人撒1泡尿，谁尿的多，我就多给一些钱。谢先生，
你没有开玩笑？当然，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叶家的事已经被人发现了，我们必须马上将叶家祖坟转化成阴地，完成阵法，否则将前功尽弃。是。有贼钩了！不可能，阵法失败了！谢先生，你们这些死者阴气也该退散了。成功了！10岁以下的童子尿阳气最上，积在噬生肖中可以看作凤凰。这一泡尿下去，自然手到擒来。那就好。不过，我们之间的斗争还没结束。到底是谁，居然能破了我的阵法？救我！谢谢老师，可惜徒弟没用，阵法不知道被谁破坏了。我知道是谁，谢宝山的孙子谢青衣。没想到这多年过去了，我们又重逢了。敢坏我们的好事，不论是谁，我都会杀了他。我们必须赶紧去下一个地方继续阵法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那个谢青衣怎么办？他既然追着我们不放，那就让他来自投罗网。好，这就去准备。这3天村里喝水都来你这儿打，3天过后下就没事了。那田里的那些土，阴雾已除去，那些土现在已经是正常的土。谢先生，真的是太感谢你了！不必谢我，我学成这一身本事，就是为了能帮助世人，否则岂不白学了？谢先生，我来找你帮忙的时候语气不善，轻视你，认为你是一个骗子。现在我才明白自己有多狭隘。无妨。最近村子里有没有来过什么奇怪的人？好像是有，半个月前，一个东洋的商人路过，说要买村里的特产，特意在村子里转了转。知道他住哪里吗？他好像说过住城池的悦来客栈。悦来客栈是我家的产业，从来没有听说过会这样装扮客房。这是他们留给我的见面礼。这是什么声音？他们走得这么匆忙，看来是要抓紧时间去下一个地方布置阵法。什么地方？这是平城的特产金桔，橘子我们这儿也有，为什么会专门去买那里的？说明他们之前一定去踩点过。谢先生，你接下来要去找他们。平城苏家和我们叶家是旧相识，正好我要去拜访，便和先生一起出发，也好有个照应。好，在出发前，我需要先去见一个爷爷的故人。我是谢宝山的孙子，想请您帮一个忙。平城怎么变成这样？之前这里可是非常繁华。平城现在这样，非常符合风水秘术书里描写的绝地。先生，绝地是什么意思？所谓绝，乃气绝、福绝、阳绝、生绝的4绝之地。明明我们在进城前还能看到太阳，且万里无云，
一进城就不见太阳，此乃阳绝。偌大的城市，一株活着的植物都没有，万物凋零，此乃生绝。再看他们，一个个形同槁木，观之仿佛气绝福绝的倒霉蛋。一定是那些东家人搞的鬼，害了叶家，还要害其他人，一定不能让他们得逞。不如我们找苏家人帮忙，把他们揪出来。这模样有古怪。先生，这就是平城苏家。苏家是要办丧事还是喜事？好重的煞气，可是外面看起来，整个宅院平平无奇。苏家的事打听到了？打听清楚了，苏家最近几年不知怎的，家里的媳妇儿、孙子、儿子接二连三的死去，不是暴毙就是出意外。现在只剩下唯一的独苗，苏家七公子也是重病缠身。他们为了给儿子冲喜，专门找高人算过，一切婚礼规矩都得和寻常婚礼反着来，所以苏家才把屋子装扮成这样。苏家这些年不知怎的，和我们叶家越来越疏远。如果不是父亲想重启和苏家的生意，我不跟着先生来平城，都不会知道这些消息。事有反常，必有缘由，恐怕和我要找的绝地有关。叩门吧。你们是？叶家来参加婚宴的。这两个就是苏家老爷和苏夫人。听说这几年他们苏家的生意兴隆，都快赶上我们叶家了。为何城中的人都是一副气绝福绝的模样？他们苏家人从管家到主人却都满脸福相。老爷、夫人，这两位是叶家的人，前来参加喜宴。苏老爷、苏夫人，苏夫人，叶小姐，这一路辛苦了。唯独苏家不符合绝地的情况。堵住他的嘴！让你们看笑话了。这新娘从小就有疯病，我们苏家不嫌弃，还是愿意娶她过门。原来如此，那个我们赶路一天了，可否先去客房休息一下？当然可以，我让管家先带你们去休息，晚宴晚上才开始。心无杂念，卦象自现。先生，这是大凶之兆。是谁在外面？两位客人，婚宴开始了。就我们两个客人？当然还有其他客人，而且很多。苏家人要干什么？这都是我苏家人的牌位。今天我儿子娶亲，让他们观礼，有什么不对吗？是苏家大公子、苏家大少奶奶、苏家长孙，居然都是这几年死去的苏家人。苏家人看来是要死绝了。对，死绝，绝地。求求你们放过我吧，我不要嫁给死人。孩子，你又说傻话，还是先拜堂吧。拜了堂，你就是苏家人。苏公子如果活着，又何必要用公鸡来拜堂？这是我们苏家的事，
外人无权过问。二位还是安心观礼吧。那还是把苏少爷请出来看看吧。去把少爷请过来。先生，他还活着。果然如此。阁下可以闭嘴了吗？一个傀儡，2个恶魔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们苏家还活着的人都是恶魔。苏少爷真的早就死了？是的，是的，我看见的就是这个样子。我早就觉得奇怪了，明明整个平城都陷入了绝地之中，为何只有你们苏家人还一副生机勃勃的欣怂之色？不仅主人一脸福相，仆人也深沾喜气，就连生意也越做越好。原来是你们在一直用自家人的血肉献祭，用血脉生机换取自身运势，所以苏家人一直死于非命，到如今差不多都要死绝了。你到底是谁？我猜想你们一开始只舍得用外人献祭，一开始是几个儿媳，死了又娶新的，但是渐渐的你们发现死的是亲生骨肉，力量会更强，所以便开始献祭儿子，献祭孙子。现在看唯一的儿子死了，便以他的名义娶来儿媳，继续献祭。你们果然是恶魔！恶魔？那是你们不懂财富地位不断暴涨的滋味，你们也不懂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强壮的滋味。蠢货，这方法是东阳的阴阳师教给你们的吧？难道你们就没发现，献祭后虽然能得到好处，但是维持的时间很短，而且过后会加倍反噬，逼迫你们不得不继续献祭。你怎么知道？今天是朔日，如果我没猜错，每个朔日就是一次新的献祭。如今仪式被我们打断，你们的身体难道就没有发生什么变化？你们看看自己。救我们！不，救我们！松本先生，救我！我可是……风！你就是那个害我叶家的东洋人！能为我东洋帝国的未来献上你们微薄的生命，是你们的荣幸。混蛋！现在绝地只卡最后一次献祭就能完遂，不如你们就留下吧。拉住！就算是听见是我让你松开，也绝对不能放手。先生，你在哪里？松开吧，松开吧，和我来，我不会伤害你。哎呦天！哈哈哈哈！可是松阳水庭的阴谋。巨力我。
人就要在这里完成阵法，那人怎么还不来？终于来了，这东西交给你，我去对付那个东洋人。这区区东洋阴物还不够我塞牙缝。松本武藏在那里，这些是尸体怨气汇聚而成，只有你才能对付。这有何难？嚯！找了帮手，那也阻止不了我，只差你了。大道无形，乾坤借法。有我在，你们的阴谋休想得逞！真的吗？以契约之名，释放你的力量吧！是封印在娃娃里的幼灵。你们就都死在这里吧，成为这些怨灵的一部分。你可以解决吧？当然，我可是狮王。什么？狮王？不！以无之血，命令你们退下。退！受死！他居然有断肢化结大法！看来他师傅这些年本事又长，你以后要小心。谢狮王相救。不必感谢，当年在藏尸地，我和你爷爷也算并肩作战过。如果没有他，我的修炼之地就会被那些东洋人毁了。现在我也算报恩。先生，这次他们的阵法被破了，接下来他们会去哪里？我知道有个地方，他们一定会去。我知道你要去哪儿，那里更危险。那里的东西不是人，更不是阴物。如果你想活命，记得把铜钱带上。不论第一眼看见是什么东西，都要把铜钱给他看。那是什么地方？半人河。先生要去的半人河是什么地方？半人河连接前往望死城的通道。现在马上就要到7月半中元节，届时阴气大盛，正是布置阵法的最佳时机。东洋阴阳师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我必须去阻止他们。先生，那苏家这些人怎么办？苏家罪有应得，但是人死如灯灭。你为他们收拾残局，苏家产业就当做是给你的补偿。我不是苏家人。你不是已经嫁过来了吗？全城皆知。可惜断肢化结大法一生只能用一次，下次见面你就没有这么好运了。谢宝山，你的孙子果然非同凡响，居然逼得松本用上断肢化结大法才活着回来。这只狼王亲眼看着狼群被屠杀，又被困在阴冥之地炼化，最后制成傀儡，因此怨气冲天。我把狼王的前爪给你，让你们的血肉为为一体，给你更强大的力量。好强大的力量！谢青衣，想
下次碰面，我一定亲手捏断你的脖子！国内传来的信件，有大事发生。天皇陛下的病情加重了，御医们根本找不到办法治疗，那该如何是好？法阵尚未完成，无法为陛下续命。都怪那个碍事的谢青衣，次次坏我们好事，不能再拖延了。马上就要到中元节，到时将会是一年中阴气最盛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趁那时候完成阵法。我在这里开祭坛，远程主持阵法，你去半人河，为我打开通往王死城的通道，助我完成阵法。那个谢青衣再来搞破坏怎么办？哼，我会派人去杀了他。你专心办你的事。是，这个盒子里的东西会帮助你顺利进入半人河。这是什么？它就来自半人河。奇怪，爷爷说去半人河的通道就在附近，怎么我会找不到？既然找不到路，不如试试问阴，也许附近的阴物会知道。九阴九阳，万始万终。生人问阴，仇时问路。东方可行，不行就不行，别打人。西方可行，北方可行，南方。不对，我就是从南边来的，居然问阴失败了，为什么？这是荒郊野岭怎么会有送葬队伍？看来是撞煞了。都不见了，不好！声东击西。一个都别想跑！是谁派你来的？你还有多少同伙？我不会告诉你的。哼，以为自尽了我就没办法了？是他让你们来对付我的？是的，是的，他在附近大肆召唤我们这些阴物，用东洋傀儡术控制我们，驱使我们来对付你。我们不听他的话，就会被他杀掉。我们一直住在附近，从来没有主动害人。你们一直住在附近？你们知道去半人河的路怎么走？知道。我现在放了你们，你们告诉我如何去半人河。传闻半人河那里有条河流可以链接王死城，为了防止王死城里的东西乘着每年中元节的时候偷跑出来，所以去半人河的路每年都会变化。每年都会变化。半人河因为链接着王死城，所以越靠近中元节，死气就越重。你只需要找到附近死气最重的地方，就能找到去半人河的路。这是个好主意。你们回去吧，以后可不许再害人。你就送我到这儿吧，半人河危险，我自己去就行。他们应该是兵分两路，先派人在路上阻拦我，又另外派人去半人河。接下来又是一场硬仗。城隍庙。春田君去对付那个华夏风水师，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。别操心他了，我们还是尽快完成任务吧。
老师说了，城隍庙掌管一方生死大事，我们要打开枉死城，就必须先毁掉这里。他们居然要对城隍庙下手！居然这么容易就要成功了，看来华夏国注定要输给我们。你是什么人？杀你们的人！杀了他！难道你是谢青衣？不可能！派去杀你的春天君可是东洋最厉害的控鬼师，从来没有人能活着从他手里离开，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我杀了他，我不就能活着了？我不信，你一定在骗我们！我的老师一定会打开枉死城，完成阵法，吞噬你华夏国域！那你们就一起去地府见他吧！死不悔改！惊扰城隍爷了，显灵了。罗盘指引的方向就是这里，死气最浓郁的地方。可是我什么都没看见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突然出现的船夫，难道是半人河来的？年轻人坐船吗？我这船哪里都能去。我要去半人河。上来吧。你不是船夫。半人河连人都没有，怎么会有船夫？年轻人，半人河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的。我会清除你的这段记忆，你以后会感谢我的。我有东西要给你，休要拖延！你可认得这枚铜钱？这是谁给你的？我爷爷，谢宝山。原来你是他的孙子。我本是一株长在土地祠旁的柳树，每逢附近有人嫁娶，路过我时，就会在树上系上一根红布条，祈求幸福。我因此接受了愿力，拥有了旺盛的生命力。有一天，东洋阴阳师突然来了，使用阴阳术盗取我的生机。我为了保命，只能抛开本体逃离，然后遇见了你爷爷，是他救了我。原来您就是那棵柳树，您脱离了本体在这里，难怪文阴的时候，周围的草木生灵无法为我提供信息。那您为何会在这里划船？这里是阴气最重的地方，我已经死过一次，只能在这里靠阴气滋养续命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半人河的居民都被诅咒过，只能双生共存，不人不鬼，且永远无法离开这里，因此性格诡异无常，生人不敢靠近，所以我才会阻止你进去。有人要打开枉死城的通道，我必须阻止他。把这个带上，如果需要我帮助，我一定前来助你。多谢。两个人影，一体双生共存，难怪这里叫半人河。
请法师一定要帮我们解除诅咒，让我们离开这里，做回正常人。他们三个，难道就是那些东洋阴阳师？我得跟上看看。午夜过后就是中元节，法师需要专心布置阵法，才能帮我们彻底解除诅咒。在这之前，不能受任何打扰。他和其他人不一样，脑后那张脸仿佛死了一样。高明，你乖乖为我们办事，事成之后，你的脑子我会还你，也会帮你解除诅咒。谢谢松本先生。那这里的其他人也能一起解除诅咒吗？我只需要打开王死城的通道，事成后，我会让你们一起去你们该去的地方。现在我需要你帮我找一对童男童女。这是要做什么？别害怕，只是取一点血而已。你们不会连这一点点代价都不愿意付出。松本武藏怎么可能帮助他们解除诅咒？恐怕所谓的童男童女，就是用来血祭的。我看见了，一只好大的蚂蚁爬了进来。在找这只蚂蚁。你们喜欢？嗯。想养吗？我们是养不活东西的，你想让它死？小蚂蚁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吧。二宝，我们玩个游戏怎样？这个游戏叫做捉迷藏，你猜他什么时候能发现我？走，二宝，我带你们去食堂。食べなさい。这个拿给阿爹他们吃。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你要杀他们！只有将最新鲜的血肉献祭给鬼君，才能帮助我们找到王死城的大门。他们的死是有价值的。原本里我还可惜不能亲手杀了你，没想到你居然你活着走到我面前。谢青衣，你死定了！去！是我错了，我不该跑出去，被这些东洋人抓住，还信了他们的鬼话。毁了我的脑子，哥哥，我对不起。不会引来土匪屠村，枉死的人不愿意进入枉死城做阴煞，就会被诅咒，只能以和亲人共生的方式，不人不鬼地存活在世间。姐，请您助我。
谢青衣，我会把你的骨灰带回东阳，做成我的阴阳师持牌，让你亲眼看着我如何成就霸业。既然高明不识抬举，就让你们都成为打开通道的祭品吧。林三照湖底怎么补？趁民国玄学志怪去全司。多余的血肉也会化作鬼君的养分，壮大我们的力量。王死城，就是他，通往王死城的大门。您带着孩子躲到一边，我来对付他们。谢青衣，你居然没被烧死！今天就让你们知道，什么叫做邪法不及岛。松本君快走！北海王市长的他们，这里球给我拿克了！是引雷诀！帝国的荣耀将从我这里开启。いざ、この身を捧げて、血を当て目に、肉を扉に、開！休想杀了我！这是我们松本家祖传的护身娃娃，刀枪不入。更别说这小小的剑光。那你试试这个。不自量力。哇！该结束了。
围城，阴煞遍地，这是枉死城里才会有的景象。枉死城的门就要打开了。枉死城的阴煞。枉死城的大门一旦打开，就无法关上。给我关上！杀了我也没用，枉死城的阴煞最喜欢吃新鲜的血肉，你就等着这里变成人间炼狱吧！血肉，你说的没错，枉死城的阴煞最喜欢新鲜的血肉。如果我给了他们，你说他们还会出来吗？送你进枉死城。不愧是谢宝山的孙子，你就是当年害我爷爷的小泉一郎。很好，这么多年，我也没有忘记他。年纪轻轻，本事倒是不小。我这徒弟输给你不冤。人呢？你在找我？好厉害的阴阳术！渡船河灯，难道是？你不是松本武藏，是小泉一郎，你附身了！谢青一，你要感谢我，让你有机会能亲眼看见东洋第一阴阳术。冥河地我一，渡蛇在我魂，彼岸开花时，一命换一命。这是泰山府君记。传闻上古时期，死者去的地方由泰山府君掌管，而泰山府君记在枉死城打开时施展，就可以用来以命换命。可惜了，如果你能被我这个傻徒弟抓住，我就可以用你来换取陛下的寿命。可惜你没有这个荣幸。这种荣幸你们还是自己留着吧，连自己徒弟也能下手，恶心！为陛下效力是他的荣幸。老师，我不要死，我还没有对帝国效忠，我还没有看着帝国成为最强的帝国。孩子，这就是你对帝国效忠的最佳时刻，陛下已经等不及了。在阵法完成前，你能成为陛下续命的阶梯，是你的荣耀。这是泰山府君
军的仪仗队。什么都没有了。薛青义，你就留下来和这些人一起，成为王死城阴煞的口粮吧！不好！这个方法只能拖延，王死城的大门到底该如何关上？什么声音？柳树乃观音所食净瓶之物，有辟邪之用。是城隍爷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个？传父爷爷，请助我关闭王死城大门。南无地藏王。王死城的大门是关上了，可是这些人怎么办？城隍爷说了如何将王死城的大门关上，却没有说接下来该怎么办。他早就告诉我了。这是香灰，有什么用处？这是我路过城隍庙时，神像显灵指引我拿走的。当时还不明白会有什么用，现在看来，一定是用来救他们的。一定要有用！动了，动了！二宝，你们好了，诅咒没有了。哥哥。你的心愿算是完成了一个。从此这里不再是半人河，而是真正的人间。这个糖很甜。你要走了，我们还没感谢你。我还有事要做，很重要的事。你要去哪儿？去找他们的大本营。奇了怪了，怎么会看不见小泉一郎他们去了哪里？难道是占卜术失灵了？不行，我再试试。可别拔了，再拔下去我就成秃顶了。春天来了还会长，那你春天再来拔。算了算了，再占卜也占卜不出什么，这可怎么办？该去哪里找？去问你爷爷，他和小泉一郎最熟悉。好主意，你送我回去，走水路快。又白坐船？不白坐船，这个是我用刚才占卜的叶子做的，送你了。这不还是我的叶子吗？我要你送。谢青衣果然厉害，华家天师非同凡响。若不是他急着关闭王死城的大门，我没有这么容易脱身回来。
叔父，松本师兄就这样死了，我们怎么和他的家族交代？松柏武藏是为帝国的霸业，为了陛下捐躯，是英雄。你们这样传消息回去就行。幸好刚才收到国内阴阳师传来的消息，陛下病情暂时被控制住了，松本君死得其所。松本君拥有着最强的阴阳师血脉，即使不能活着为帝国效忠死了，也要死得更有价值。叔父，难道你打算把他？当然是把他制作成傀儡，继续为帝国尽忠。半途而归，看来你是有事找我。爷爷就是爷爷，一眼就看出来了，是刘老头送你回来的。看来这次他帮了你不少忙。是的，他说自己现在光秃秃的，不想来见您丢脸，就没送我回家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小泉一郎他们第一次出手是对付叶家，第二次出手害死苏家所有人，第三次出手差点毁掉了整个半人和村子。我担心他们后面的手段会越来越极端，可是我找不到他们的老巢，无法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刘老头说您对小泉一郎很熟悉，您知道他最有可能躲在哪儿吗？我不只对小泉一郎熟悉，甚至曾经救过他的命。什么？您救过他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20年前，我闲来无事，常去县城里给人算命，偏偏我带去的大黄狗，帮我拉来了一桩古怪的生意。你这狗冲人狂叫，你也不管？我这狗可是好狗，从来不冲人叫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这里有人已经算不得是人了。混蛋，竟敢羞辱我！君子动口不动手。小泉君，他是什么人？难道也会东洋阴阳术？你们东洋的阴阳术也是从华夏阴阳家、道家和民间风水秘术里东拼西凑学来的，哪有老子像儿子的？那个东洋武士不是人，那他是什么？傀儡、阴物？非也，所谓的不是人，是指他当时已经是个死人。这如何解释？人有3口气：生气、中气、出气，分别在胸口、喉咙、鼻子，可是死人没有。大黄狗朝那个东洋武士狂吠，就是因为他3气全无。我把这个话告诉给小泉一郎，并教给他一个方法，在晚上进行测试。什么方法？没想到松本君居然斗不过那个谢青一。谢青一当然不好对付，否则我也不会临时紧急把你叫来华夏。他可是谢宝山的孙子，得到了谢宝山的传承。谢宝山，就是您之前提过救过您的人。没错，就是他。当年我来华夏探寻顶级风水天师，为帝国推算国运，一名负责保护我的武士却被谢宝山看出来已经不是人。然后呢？谢宝山教给我一个办法，可以帮我测试这名武士，还能让我保命。你在干什么？不是我救你，你早被他咬死了。
他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这就让你看看。看见没？他早就没了心肝儿。这是为什么？被僵尸咬了。一些飞蛟习惯挖人心肝，再填充稻草，命令这些人为他引诱活人。那就不能让他继续活着了，以免耽误了我的大事。等等，还有得救！你杀了，还要夺他精血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他这身精血不能白白浪费，懒得和你说。本来还想问问他飞江在哪里，好为民除害。这下好了，什么都问不。哼，你拦我干嘛？我看你本事不小，想必一定是有传承的天师。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。什么问题？我可不杀人，只是想问问你会不会算命。算命？满大街都是算命师傅，何必找我？他们可能算不了我要问的。你要算谁的命？东洋帝国的国运。什么？什么？他居然要算一国命运？这怎么算？人有命运，国当然也有国运，但是窥探国运是真正的窥探天机，非常人能预测。从古至今，只有2个人成功推算了国运。爷爷，你说的这2个人，难道是李淳风和袁天祥？当年唐太宗李世民命李淳风和袁天罡以周易64卦为起始，推演大唐国运。2人一口气推演了1300多年，可推演到第60卦时，李淳风却推了一把袁天罡的后背。万万千千说不尽，不如推背去归休。所谓的天机不可泄露，大概就是如此。没错，命是算不尽的。谶言所谓的预测未来，只是将卦象能看见的东西说出来。可是谁能说得清，是因为谶言带来卦象，还是卦象带来谶言？如果卦象说这个杯子会碎，那我就小心抓住它。所以，卦象更多是心象。奇门遁甲术师常说，心念起则卦象现，未来会如何不在卦象，而在我们自己。不动念就不生事。东洋人之所以想测算国运，是因为他们有吞并华夏、吞并整个亚洲的狼子野心，所以他们的命运在他们起这个念头的时候就注定失败。你可以用任意的占卜方式为我东洋帝国测算国运，这根金条只是定金。我知道你们华夏关于推背图的传说，李群风和袁天罡惧怕泄露天机，不敢算进周易64卦，但是我不怕。哈哈哈哈哈！胆小的人是成不了大事的。你尽管推演，事成后我会给你更多。看你这副模样，不起卦你是不会放我走的。对于你东洋帝国的国运，不必推演进周易64卦，我只需要1卦就能算出来。我就知道，天命眷顾我东洋帝国，我们一定会。不可能，怎么会是凶卦？再来，用其他方法算。这就是你们东洋要的命运。你骗我！为什么都是凶卦？这算的不准！再来！那这次，让你来亲自起卦。谢宝山提议最后一次起卦，让我来。然后呢？结果怎样？结果怎样？是不是特别好？結果は当然。少佐，殺戮こそが帝国の唯一の道だと。心念起则卦象现，
你可以选择任何你想选的东西作为起卦的工具。好，我就用这3片绿叶来预测。这是吉祥，是吉祥！不，为什么又变成凶卦？为什么？天命从不眷顾无德之人，亦不眷顾无德之国。我不信，我要再算一次。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怎么可能？难道天命真的不在我东洋帝国？没错，天命从来不在你们身上。我不管天命在哪里，我们都一定要赢，即使是用杀戮的方式获得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听说附近有个藏尸地，你带我们去吧，否则我现在就杀了你！所以他们才要逼迫爷爷您带他们进入藏尸地，施展7转7煞阵。7转7煞阵必须在地气最强大的地方布置阵眼。地气最强大的地方，难道是龙脉？没错，小泉一郎他们一定在那里。阵眼在龙脉处布置好，还需要几样东西来压阵。什么东西？难道是血祭的人？那我们就先去把那件事办好，到时候我会告诉你需要的是什么。我担心那个督军不会同意让我们挖开皇陵。放心，他会同意的，因为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去吧，如果督军不同意，就让这个东西教他同意。爷爷说龙脉就在省城附近，可这有2条路，哪一条去省城最快呢？荒郊野岭居然有赶牛的老头。老伯，请问去……别废话，我知道你想问要去省城该走哪条路。那还请老伯告知我。你死了这条心吧。最近这条路不太平，好几个赶路的年轻人跟你差不多年纪的，走在这条路上出了事儿。出事了？在哪儿？你看这些。什么？全死了？难道和那些东洋人有关？老伯，这些坟墓一看就好几十年了，哪里能是最近出的事？我什么时候说最近出事的人都死了？我的意思是，他们被吓得离死不远了。我这是在警告你。唉，好吧。那能知道那些人都遇见什么事儿了吗？好像是说遇见了什么美女啊？什么美女？您说清楚点儿。你看你一听到美女，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哪里有口水？他们都在路上遇见了美女，穿着丧服，披头散发，哭哭啼啼的，身上一股死人味儿，像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一样。不是说有美女拦路，我走了半天都没看见。难道是我这天师的气场过于强大，让他不敢出来？真让我碰上了，正好抓住了，问问他知不知道附近东洋人的踪迹。姑娘，你怎么独自一人在这里哭泣？公子，你说错了。我说错什么了？有公子在这里，我就不是独自一人了。这样啊，我还以为你要说你不是人呢。被我说中了，那就露出你的真面目吧。你是天师？哼，还不显出原形？
是饶命，这就是我的原型。胡说，哪有长这样？刚才那样是故意变换出来吓人的，看起来还算吓人吧？色狼倒是能吓退不少。有人，快走，有怪东西！你这样的还怕什么怪东西？我之前一直被埋在地下，身边除了土就是土，没见过别的。自从我被人刨出来以后，就经常能在这附近看见那些怪东西。他们如何怪？他们白天的时候一动不动，风一吹就能吹倒；一到了晚上，就能变成人的模样跑来跑去。上次几个过路的读书人就是被他们吓晕的。不是被你吓晕的。我还没来得及出手，不过我不会伤害他们，只是偷点钱买香火。我看你是好人，快走，别被他们吓死了。该害怕的应该是我吧？原来是个纸扎人，难怪这么灵活。还有多少？都出来吧！说吧，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来说，毕竟我们之前已经见过面了，老伯。你怎么知道是我？是我藏得不好。荒郊野岭大晚上的，谁会赶牛出门？你们是不是没有见过活人？见过，你不是吗？我就不该说别的，直接问正事儿。你们为什么变成人的样子来拦我？因为怕我遇见他有危险。他们是什么意思？觉得我很厉害？应该是吧。我们是不想让路过的人去省城，最近那里很危险。出什么事了？我们还有他，还有2里地之外的长蛇怪，5里地之外的无头怪，我们都是从省城附近跑出来的。大批阴雾同时从省城附近跑出来，说明那里一定有更可怕的东西在压制他们。难道是东洋人又带来了什么邪物？没错，我就是因为太害怕那里的东西，所以才从地里跑出来。是什么东西？你们看见了吗？我们根本没有亲眼看见过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只能感觉到有一股特别强大的力量在压迫着我们，同时不断地吸取我们身上的阴气，非常可怕。吸取你们的阴气是怎样吸取？就像现在这样。敢在我面前动手！看看你们还有什么招数！哼，班门弄斧！重岩鸟，交给你了。想逃？这是什么怪物？这是东洋的巴基大蛇，难怪你们都不敢留在省城附近。巴基大蛇是东洋的上古怪兽，能力强悍。无论他们要用巴基大蛇做什么，我都必须阻止他们。这怪物在附近吸纳阴雾的力量，必定更难对付。你可有帮手？我的帮手不就是你吗？他风一吹就倒了，能帮你对付那怪蛇？能变换成人的纸扎人，我可是第一次见，必定非同凡响。
不愧是谢宝山的孙子。果然是我爷爷的旧人，否则我与你无亲无贵，何必冒险现身阻止我？刚才那些都是你的化身？不过是怕我这副模样会吓着年轻人罢了。要不是你和谢宝山年轻时候特别像，我也认不出来。这是画的藏经，难道你是陪葬品？没错，法师在陪葬的纸人陶俑上绘制藏经，用来镇守墓穴。10多年前，盗墓贼挖穴偷宝，临走还放火焚烧墓穴掩盖证据。是你爷爷救了我，帮助我重见天日。我既然已经到了这里，绝不会半途而废。好，我能感应到刚才那只大蛇逃去了皇陵的方向，那里必有大事发生。一切小心。多谢老伯。快点，快点！需要在今夜子时前挖开主墓室，如果迟了，就把你们全拉去吃枪门。督军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你安排4个人跟着我们走。我们走。督军怎么这么古怪，像个木头人一样？过来。你说，是那个东让人叫你们督军挖皇陵？过来。你说，是那个东让人叫你们督军挖皇陵？督军一开始不同意，然后一个叫小泉仁康的东洋人去见了督军，督军突然就同意了。有凶相，看来那个督军多半已经被东洋人控制了，必须早做打算。接下来，按照我说的做。我来这儿干嘛？拉屎吗？不对，我好像有什么事儿要做。挖皇陵？不对，是炸皇陵。有怪物！不要吃我！今天就由你们来喂饱八岐大蛇！是谁敢伤害东洋圣兽？小泉仁康，你还是这么眼拙？你难道是谢慧一？什么狗屁圣圣，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去杀了他！虫鸣鸟，听过没？不可能，更不可能！不对，被我斩掉1颗头以后，应该还有7颗头，刚才怎么只剩6颗？最后1颗舌头在你身上。幸亏叔父提前做好准备，把八岐大蛇的分身移了出来，否则我们就要前功尽弃。没用的，这是八岐大蛇最厉害的1颗舌头，曾经杀死过无数最厉害的阴阳师，你赢不了。东本君，你终究还是比不过我，谢伯一会死在我的手里。你真的能杀我？行，居然会驱邪咒！啊，你拜美轰，拜美轰，拜美轰！
虫影鸟。我杀了你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带上他，快点离开这里。小泉一郎，你终于要开始了吗？去吧，将他们的血肉化作我最虔诚的祭品。终于要成功了！今天我就要在华夏的龙脉上布置真言，让华夏国运尽归我东洋帝国所有。有。谢青衣。小泉一郎，我们终于又见面了。你的侄子和你的徒弟一样不经打，还是由你亲自出手吧。好，我就杀了你，拿你的血来祭祀他。起来吧，马子莫克！走！杀了你！快杀了他！西达！死了！谢唯一真的死了！谢敬一终于死了，谢宝山，你还是输给我了，你输给我了，你看见了吗？太好了，是血月夜，连老天都在帮助我，快准备开启阵法。莫因你说华耶玛告诉他什么了呀？没有诺伊斯。以我等鲜血为引，七转命运，七转煞气，不入生门，只入死门，移开阵法。开启龙脉，去吧，吞噬华夏龙脉！快点，就要成功了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入口倒塌了！啊！不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炸了吗？埋的炸药炸了吗？是你埋的炸药！什么炸药？宋本军，杀了他！救命！
是谁？是我，谢青衣。谢青衣，你不是死了吗？我亲眼看着你死了。你说的是那个吗？老夫是纸扎的，没有血肉也没有心肺，用这招当然杀不死。这东洋贼寇快被我们气死了，真是大快人心。好得很，居然提前设下圈套，故意假死，害得我们前功尽弃。今天就算是同归于尽，我也要杀了你们！这是什么？是以自身血肉为祭的相鬼之法。今天必要你们死无葬身之地！怎么办？这恐怕不好对付。哼，他用鬼将术，那我就用神将术。这是东洋最厉害的鬼将术——十恶鬼君，你们谁也别想活着离开！请驱魔帝君钟馗现身。何方妖孽，胆敢在此猖狂！不可能，华夏的天师不可能这么厉害。我们东洋的十恶鬼君不见得比你们华夏的钟馗弱到哪里去。去死吧！休要放肆！不，我还没有成就帝国霸业。多谢帝君出手相救。哼，小小东洋阴阳师也敢在我神州造次。刚才那是什么？天师斗法？什么斗法？明明是咱们华夏的天师碾压！震撼，太震撼了！好样的，有你爷爷当年的风范。我离爷爷还差得远。接下来你打算做什么？和爷爷当年一样，游荡天下，扫尽天下不平事。